甲醛漂白的辣凤爪、工业香精腌制的卤鸡爪，以及菌落超标的泡椒爪，这些身负骂名半世纪的爪子，怎么突然就没人吃了呢？泡椒凤爪在10年前绝对是春运火车必备的解馋零食，酸爽、耐啃、上瘾。巅峰时期的2020年，光是友一家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亿，整个泡椒凤爪市场规模直奔50亿，连小区便利店的货架都要给它留最显眼的 C 位。毕竟谁还没在追剧时缩个凤爪呢？可谁能想到，短短几年，这代曾经的零食顶流就从货架 C 位滑到了角落，到底是谁把它从神坛拽了下来呢？上世纪90年代，重庆人陆友忠承包的酒楼生意平平。某天，他发现酒楼里最受欢迎的竟然是一个在泡菜坛子里泡过的鸡爪。到了1997年，陆友忠干脆关掉酒楼，创办了友食品，专攻泡椒凤爪。可当时的中国零食市场还处在一个南北分治的阶段，像北方人只认瓜子花生，南方人只爱吃蜜饯果脯，所以能通杀全国的零食几乎没有。所以，比传统咸菜更爽口，比糖果饼干更开胃的泡椒凤爪，直接戳中了90年代末里年轻人的需求。2000年后，泡椒凤爪迎来了爆发式扩张，友食品借着商超渠道的普及，把鸡爪铺进了全国的小卖部和超市货架。更聪明的是，它盯上了火车经济，旅途的枯燥配上酸辣的鸡爪，简直是绝配，知名度很快传遍了全国。2019年，友食品顶着泡椒凤爪第一股的光环登陆 A 股，当年泡椒凤爪收入就达8.4亿，按8元一袋计算，至少卖出了1亿袋。上市后，2020年、2021年，友食品实现营业收入10.93亿元、12.2亿元，实现规模净利润2.26亿元、2.2亿元。可谁能想到，仅仅几年后，这个零食顶流就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其实泡椒凤爪的跌落是从一场鸡爪涨价潮开始的。2020年后，全球供应链受疫情冲击，原本廉价进口鸡爪突然成了香饽饽。美国、巴西、泰国成了主要鸡爪供应国，尤其是美国，之前把鸡爪当废弃物卖给饲料厂，每磅只卖0.05至0.1美元，卖给中国却能涨到每磅0.8至1美元，价格翻了10倍都不止。泰森食品等巨头坐地起价，国内鸡爪价格3年内涨了2倍。对友食品来说，这简直是致命一击。鸡爪是泡椒凤爪的核心原料，占生产成本的70%以上，原料涨价直接压缩了利润空间。2021年至2023年，友食品泡椒凤爪的毛利率持续下滑，2023年更是降至28.84%，同比下滑1.20%。更头疼的是假货泛滥，泡椒凤爪的生产技术并不复杂，原料涨价后，很多小作坊开始一次冲好，用病死鸡爪、过期鸡爪加工，为了掩盖异味，多加添加剂，甚至用工业盐腌制。2025年，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查出昆明山苗食品的泡椒凤爪菌落总数超标，原因是生产过程控制不到位，贮存运输条件不达标。今年6月，泰国警方在冷藏仓库查获346吨非法进口鸡爪，来自智利、巴西等多个国家，既没有进口许可证，也没做疾病检测。这些问题，鸡爪一旦流入市场，不仅冲击正规品牌，泡椒凤爪的假货危机也会透支信任。就在友食品被成本和假货困扰时，一批新品牌带着创新鸡爪杀了进来。2019年，王小卤带着虎皮凤爪强势入局，仅用3年营收就突破10亿，打破了友的记录。2020年，柠檬鸡爪又火了，借着短视频直播的东风，在抖音一飞冲天，3年销售额直接突破了20亿，登顶鸡爪新王座。卫龙、劲仔等大品牌也开始在泡椒凤爪这块涉毒。在多重打击下，泡椒凤爪的颓势越来越明显，首当其冲的就是行业龙头友食品。2023年，友食品营收跌到9.66亿元，同比下降5.68%，规模净利润1.16亿元，同比下降24.38%，净利润连续3年下滑。为了赚钱，友也随风搞过预制菜，推出了椒麻鸡、丰都麻辣鸡块、蜜汁鸭掌、臭鸭肝、烧焦猪皮等系列预制菜品类，但也只是不温不火。其实，消费者对泡椒凤爪的感情还在社交平台上，童年零食泡椒凤爪的话题经常登上热搜，很多人怀念第一次吃泡椒凤爪的经验。只要能解决口味变差、健康担忧、价格虚高这些问题，泡椒凤爪未必不能东山再起。从重庆酒楼的凉菜到国民零食顶流，泡椒凤爪用了20年，从巅峰跌落却只用了5年。所以说，没有永远的国民零食，只有永远的消费者需求。泡椒凤爪也得放下老大哥的身段，跟着年轻人的口味和需求走。至于能不能重返神坛，就得看他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毕竟让中国人一年啃掉336亿只的鸡爪，从来都不缺市场，缺的是懂市场的操盘手。